今天的主題：中共國民眾到底有多窮？為什麼？因為最近又是中共國的很多宣傳，然後呢，出現了大量社會誤導，很多咱們的朋友在問。此外呢，由於缺乏中共國展現的公開數據，大家就看不明白了，對吧？還好摆事實講道理，只要能學會從中共國官方數据裡面看，能夠看出来，那就不一樣啊！沒有中國隊你就不看，你一看就不是球迷，你一看就不是球迷啊！你是迷中国，你是迷中共，对吧？你肯定不是球迷啊！你是觉得中国的就好，中国体育比赛跑贏了就厲害啊！这個國家跟你有關係，你不覺得你中國人是恥辱嗎？啊，我覺得稍微理性點的中國國人，在海外的人，大部分有條件出來的，可能都會慢慢覺得自己是中國國人是恥辱啊！你自己還這麼看，就還回來再說一遍，中共國的足球比賽還值得你看嗎？好吧，下面就從中共國的官方數據推導一下，這個國家到底民眾窮成什麼樣子？根據中共國2025年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居民存款的總額大約是160萬億人民幣啊，而2025年中共國房地產的總值在400到500万億之間啊，財富價值啊，峰值的時候2021、2022的時候能達到600萬億啊，降了20%，就是這2年降了20%，現在還剩400到500萬億啊，居民的負債總額只有100萬億左右，所以按照公開的數據，14億中國人，160萬億存款，平均每個人的存款11.42萬元。房屋財產啊，400到500萬億，平均每個中國人28.57到35.51萬億間的房屋的財富。就這2項，每一個中國人的平均財富就能有40到47萬元。一個3口之家的平均財富可以達到120萬以上。而每個中國人的平均負債只有7.14萬元，3口之家的負債只有21萬塊錢，120萬最少的財富，最多21萬的負債，那這資產負債率老低了。看起來好看，只不過真不能這麼分析，因為這個世界不是平均的。引入一個數值，能更清楚看到中國人的真正的生存現狀。這個數值叫基尼係數。以前也講過，基尼係數是衡量一個群體中財富的聚集情況。如果基尼係數是0，那麼財富在所有人手裡均分；如果財富係數是1，這個群體所有的財富，比如10萬人都集中在一個人手裡，其他人全是0，這就是1。所以一個社會中基尼係數越高，財富集中度越高，也就是獨裁的越厲害，剝削的越厲害。基尼係數的計算公式比較複雜，我就不跟大家講了，好吧？一般0.6以上，那就國家嚴重出現可能危機、造反等等。雖然中共國很慫，中共國人很慫，但是目前中國的情況呢？基尼係數有2個數值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情況，一個叫收入基尼係數，是短期年度的現金流情況；一個叫財富基尼係數，是長期每個人能不能存活的條件。所以收入基尼係數年度標準為時間，每個人現金流進來的；財富基尼係數是能不能活下來的，活成什麼樣的條件。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公告，它是有收入基尼係數的，每年公告2025年0.45左右。通過典型分布曲線計算就可以看出來，按照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0.45，就按這個數值計算，那麼中共國人最上面所有人群最上面的10%是拿走了全部收入，所有中国人收入的35%，一年的收入的35%。他們的平均收入值最上面的10%是這個國家對外公告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3.3倍。那剩下的90%人是分享剩餘的65%的收入。那10%下來，接下20%，拿走了全部收入的30%，也就是光前2項65%就沒了。這個20%拿走了30%，他們的收入
是國家對外公告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1.5倍左右，剩餘的70%只能分剩余的35%的钱。那在这个70里的下面的30%拿走全部收入的25%，他们的收入平均值是国家对外公告平均值只剩80%了啊，80%了啊。但是这60%的人，大家看得到啊，这60%的人他已经拿走了所有95%的收入啊，90%的收入了。所以最後剩下的40%的人只能分享剩餘的10%的收入，那最後20%的人只能分享整個全部收入的3.5%，那他們每個月實際掙的錢是國家現在目前對外公告的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的10%左右。所以按照中共官方公告的國家統計局公告的收入的基尼係數，中國有70%以上的人實際收入都是在官方公告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之下。2025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36231元，每個月3019元。那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收入基尼係數，中國7億的就業人口中，就這7億人，另外7億人要不然老人，要不然小孩，這7億人啊，7億到7.5億，我們就說7億人中，最少有700萬人2025年每個月的收入只有300塊錢。這個數值是不是挺可怕？也就是中國這個社會70%的人都生活在較低的工資中，而40%的人生活在極低的工資裡。我們看到的每一年啊，平均36231元，每個月3000多塊錢的工資，好像挺多，但實際上這個數值是被極少數高薪崗位拉上去的。這個反映的是就業人口的收入，那剩下7億沒有工作的情況怎麼辦？整個國家14億人口怎麼辦？到底都是窮人還是有錢？要看全民財富經濟係數。根據中共國武漢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的公開調研數據，這個都是很權威的，很常年做的。2012年中共國的財富經濟係數就已經達到0.61，2023年更是突破7.1，2025年7.5。這些調研數據通過海量人口進行實地調研，真實性相比中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更貼近現實。大學自己國家的大學，我們就按2023年0.71這個數值，通過典型分布曲線就能看出來，如果中共國基尼係數財富0.71，這已經是很正常的情況。最上面10%的人擁有全社會財富的78%，接近80%，10%，接下來10%的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15%，也就是這兩部分就已經把20%就把全社會93%的錢都拿走了。這個社會93%的財富就在這20%人手裡。再往下30%的人擁有全社會財富的6%，剩下全社會50%的人則擁有整個國家全部財富不到1%。記住了，50%的人，這個國家所有的財富連1%都沒有。可以做更詳細的劃分，沒意思，因為大家知道50%不到1%就行了。也就是這個國家所謂居民160萬億存款裡，10%的人1.4億人擁有125萬億，接近國家80%的財富。這還是2023年，現在應該是肯定超過80%了。平均每個人89萬元，而這1.4億人10%，正好跟中共國在職和離退休的政府關聯人員、公務員、事業編、央企、國企、慈善機構等等加在一塊1.2億人左右。也就是幾乎就全部都是政府關聯的人，最上層。那中共國80%的人，11.2億人，11.2億，80%的人，
只能分整個國家財富的7%啊，居民財富的7%，不是國家居民財富的7%，也就是平均到每個人身上1萬塊錢，從生到死就1萬塊。而50%的人口底層，再說一遍，這是真實調研的數據，50%底層人口7億人，最多只能擁有1.6萬億元財富，平均每個人多少？2200塊錢，揣兜裡一輩子2200、2200。那如果每5個人中有1個人有1萬塊錢存款，預示的另外4個人存款就是0，大家想到嗎？所以中共國占10%的政府为主的那波人，平均每個人89萬元財富，跟50%的平均每個人2000塊錢財富的底層，占全社會人口50%人口，財富差距多少？450倍，450倍。按照經濟學理論跟國際實踐啊，這麼多年的經濟實踐，這種社會裡，那財富值最多的10%的這些人口，他們的財富流向都是投資、購買資產或者海外，但絕對不可能流向本國50%的底層。而50%最底層人口，記住了啊，我說的經濟學跟國際經濟實踐會被牢牢鎖死在固有階層裡。不懂的人問問人工智能 AI。也就是這些人，中國有50%的人，這些人活着的唯一途徑就是拼命的出賣體力跟基礎腦力，所有依靠資產增值的路徑他們是完全沒有的，而抵抗資產貶值或負債的風險0。這些人50%的中國人拼命的幹活，那他們掙的收入也會通過房租、生活成本等被上層剝削走。按照經濟學理論跟國際經濟實踐，這種社會只要出現經濟衰退，就會發生明顯的叫破碎效應，也就是頂層財富的人員財富甚至有可能增加或者緩慢縮水，但是底層的人員幾乎必然全都會遇見生存危機，就是看什麼時候了。這一半人，中國整個人口一半的人是永遠被排斥在國家財富增長任何可能範圍之外的，而且要完全承受經濟下行的幾乎所有成本。我說這些係數大家自己去看啊，我講的這些大學，武漢大學啊、西南財大，大家自己去看。基尼係數的西南財經大學基尼係數這些調研，大家自己去看，網上都有。這些人就是唯一生存的途徑，就是拼命出賣體力跟基礎勞力，沒辦法。所以呢，在中共國未來出現的問題，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啊，生育率低啊，大家躺平啊，消費熄火啊，這是必然會出現，就沒有國家不出現的。經濟學管這種現象，這些人處的處境，在經濟衰退中的現象叫無所失去 ，nothing to lose， 無所失去，就沒有可失去的，因為他們是有什麼沒有。那這些人任何社會微小動盪或經濟波動，都會讓他們跌入到生存紅線之下，而且無法挽救。所以在中共國能活着躺平，宿命就是為什麼？就是你怎麼努力，如果你歸屬於到50%，你拼了命幹，往死了幹，天天咳着血幹，從理論到實踐，你都無法逃脫，最後要跌入到生存紅線之下的命運，跑不了。所以大家想，這就是我們現在活着的這個國家實踐。我們天天看到這個國家有多少人存錢，財富有多少啊，什麼情況怎麼樣？但是你要真看了自己，這不是我說的呀，中共國內的大學給出來的財富經濟係數，那你就能想到你活在這個國家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那當然底下這些人什麼找個對象結個婚吶，什麼買個什麼大房子就別想了。坦誠的說都不願意結婚，男性你結了也得離，好吧所以現在就是這麼一個情況，差點被送外賣給撞了。跟大家講一下，記住了，送外賣的、滴滴打車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跟你發多大火都別跟人吵架，聽見明白了嗎？
跟你怎么鬧脾氣，你都乖乖忍着。你们要知道，他們生活在最底層，他們活着死了，活着死了，生命的代價，玩命的代價成本很低的。可能很多人都厭倦在活着。你跟這樣子的情況，你想想，你跟這樣的人，他撞你，他說你，他罵你，你不忍着會怎麼樣？對，你不忍着你會怎麼樣？聽得明白了嗎？就是你要不忍着，你跟他爭，那他不怕呀，他不怕呀，明白了嗎？他說死就死了，好吧？啊，所以就千萬別爭啊！大家知道社會就到這兒了，出現啥東西都就忍了，好吧？忍了啊！換美元現在要查的，你沒有看到嗎？啊，5000人民幣或1000以上的美元，說明你的來由、背景，提交相關資料，你才能換。你現在換不了，你以前行，現在額度給你，但是你這個理由各種條件跟不上就換不了，好吧？換不了。去申請香港優才，沒準香港獨立行啊，你去試試。但是香港的身份證轉不了護照了，這你應該知道啊。香港的工作有沒有機會，咱就不知道了。香港有沒有工作機會，咱就不知道了啊。因為國內大量的有錢人的財產轉移不了國外，只能去香港啊。現在因為政府的條件，還推高了香港的資產價值，這個很有意思。就是對於一個沒有多少工作機會，然後本身呢經濟越來越衰退的香港，由於大量國內的有錢人的資產不能直接跑到國外，變相走入香港，竟然還推高了香港的資產價值啊，房價什麼的還推高了，挺有意思，好吧？啊，存香港匯豐可以啊，只要人家讓你存，但是他不給你弄東西不行啊，可以存的啊。社保暴雷2029年啊，這2年還不會，目前2029或者2030，大概率2029，但是如果中共補貼給的多，可能2030，好吧？啊。每人每年5萬美元，自己去互聯網查吧，問問豆包，問問 DeepSeek， 我說的對還是這個同學說的對？看看你現在換錢是不是可以隨便換5萬，還是給你要一堆手續跟資料，好吧？問一下嘛，你不用問我們，你現在就在國內，你就可以直接問一下 DeepSeek 和豆包啊。中國是不是2026年出現了新的法規，兌換5000萬元人民幣或1000萬元1000美元以上美元啊，必須有明確的原因跟理由，然後進行報備才能換。問一下啊，你不要信我，也不要信那個這些人說的啊。人工智能最起碼它在這種非政治問題上不會給你撒謊，好嗎？